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神尊，疼。灵犀，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，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哎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呀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
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。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。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
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，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神尊，
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这是正阳香，取正阳之火炼制而成。它气质清雅，蕴含温阳之气，常燃殿中，可减神尊寒疾之苦。多谢。分内之事。青瑶医官，本座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医官点拨。上神请讲。敢问医官，我师兄服此药也有些时日，为何寒疾反复发作呢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神尊长眠长生海5万余年，所受寒气之重，不是区区几瓶丹药就能化解得了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青瑶医官，冰雪聪明，法术高强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？神尊自服药以来，难道不曾见任何好转？的确见轻，但每到午夜时分，寒气仍难自控。寒疾反复，实属不该。神尊可有听我的叮嘱，未再妄动法力？妄动法力？神尊体内的寒气早已侵蚀4肢百骸，我药王洞所备丹药，讲究的是徐徐图之，固本培元。一旦神尊动了法力，极寒之气随法力游走全身，再强的药力也会被法力冲散，又何谈效果？青瑶医官，修习到我师兄这个份上，早已是言出如法随，一言一行皆有无形法力，出门行走更是瞬息千里，怎么可能不动丝毫法力呢？那就不是青瑶一个小小医官能左右得了的了。神尊自己的身体还得靠自己照料，若真的难以自控，倒是可以用九灵之术封了你一身仙法，像个凡人一般过个30、50年，可能也就不要自愈了吧。这个方法倒是不错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若是没有别的事，小仙先告退了。不送。师兄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陷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恋之中，已是泥足深陷，无法自拔了。我有个计划，师兄，你帮我听一下。师兄，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
你的身体如何了？你那寒疾治得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多谢天君挂心。起来吧。列位仙家，如何处置元征彝族一事，大家可曾商议出了对策？启禀天君，臣以为此事无需在意，按照以往处置便是。按以往处置，剃去仙骨，逐出天族，永脱仙籍，让他们自生自灭罢了。天君。启禀天君，元征虽有过错，但是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，更何况袁同将军数万年来兢兢业业，有功无过，只因其兄一人的过错便惩处一族，实在不该，还请天君法外开恩。不该？什么时候起，魔之一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？哈，他入了魔，是他10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。杜宇上仙，你要不要去问问那10万亡灵，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道，皆因有法可依。我天族乃统御6界之首，如果天族的律法朝令夕改，那么天君还如何掌管6界？说得好。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，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。怎么，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袁家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真君统领天宫战部多年，治军严厉，久臣佩服。元征乃天族战将，心智不坚，被魔所惑，残害同胞，此乃大罪，无可辩驳。天君，九臣身为司战之神，肩负除魔卫道、护卫6界之责，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，已酿成大祸。幽都山之役是我之过，请天君降罪。人孰能无过？当年你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，在幽都山封印魔君，已是难得。九臣，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5万年，不必如此。凡人常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身为元征统帅，理应为自己的战将负责。而且，当年幽都山内那入了魔的10万天兵天将，皆由我亲手所杀。我一身杀孽，便是再在长生海泡上5万年，也是无法洗清。罪与罚，皆在我一身，还请天君降罪于我。九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袁家已无男丁，袁同在知真相后，深感愧对天族，已然自废5万年修为，辞去天宫战将一职，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，以赎元征之罪。还请天君网开一面。罢了，
你既执意如此，白山，小仙在。传令四海，天族战神九臣，治军不严，御下无方，导致生乱。先令九臣前往紫云台领7道雷刑，众卿官刑，不得徇私。领法旨。另外，念在袁氏一族已无男丁，而袁同诚意悔改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叩谢天君。袁同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受罚。源头，神尊！神尊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 端端的打起雷来了，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 大殿议事呢？神尊，兄，神尊！怎么办啊？ 天涯一关，我师兄如何了？神尊法力高强，以神力扛住7道雷击之刑，但动用了大量神力，导致寒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。啊！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？这……不然呢？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不要妄动仙法，可神尊置若罔闻，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刑。不封了神尊的神力。 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，
再造一座冰宫吗？哎呀，青瑶医官，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？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。小仙以90之数暂封神尊7期49日的神力，可暂保他无恙。时日一到，仙术自解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时日神尊神力全无。正是。那神尊日后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在这49日内安心调养，好好吃药，应该无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瑶医官，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，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适吗？上神既然这么担心，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诸位，神尊乃是天族战神，如今暂时神力，唯恐宵小之辈趁机作祟，还请诸位谨言慎行。我等知晓轻重。神尊，灵犀都快要吓死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沉默，
站住！13啊，你又要进去干嘛呀？这神尊昏睡多日了，我打盆水给他擦擦身子啊。你给我师兄擦身子？对啊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那以前我们在军营不都是一个桶里洗澡的吗？嘘，13呀，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，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。再说了，灵犀在里面，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，把水端下去吧。啊，去吧。司命，云峰上神，神尊还睡着呢。我刚刚进去，他睡得可香呢。怎会昏睡这么久？司命，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。神尊失了神力，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切记，这些时日，神尊就是一个凡人，怕风怕凉，身体虚弱，一定要勤加看顾。天宫虽然没有猛禽凶兽，但像小青鸾、逐日鸟这样的飞禽，到底是未开灵智，一定要看紧神尊，别让他被鸟雀所伤。那鸟雀还能伤得了我们家神尊？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？给我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不应该呀，应该早就醒了，怎会睡这么久？神尊，你终于醒了。本尊睡了多久？神尊，你已经睡了7天7夜了。是谁用9灵之术封了本尊的神力？神尊，请息怒，是我师姐。好大的胆子！神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，她也是一番好意。神尊受了雷击之刑，寒疾复发，若不暂封神力的话，恐怕罢了。请神尊用茶。青瑶医官可有交代过，封了神力之后会有什么不适？师姐说，神尊暂失神力，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气了。虽是上神之躯，却与凡人无异，会渴，会饿，会异常疲惫，需要睡眠养神。本尊问的不是这个，本尊指的是会不会头晕、气闷、无力，好像中毒一样。这个师姐好像没有提过。神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神尊？本尊是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除了我们几个，根本无人知道神尊失了神力。那云峰上神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，这寝殿内小仙一直在此，寸步未离。神尊，你说，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，敢对神尊下毒？你说本尊睡了7天7夜？是。这7天之内，你可有开过门窗？没有。这门窗若是开了，这殿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，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？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知道神尊畏寒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呀？那你知道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？有吗？
可我们不是神仙吗？本尊被封了神力。啊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对不起，神尊，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啊，神尊，窗，开窗，开窗，窗。神尊，这里的云雾太大了，湿气重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不宜久坐，容易风湿。茶。青瑶，青瑶，你是从浮云殿回来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见到神尊了吗？见到了。神尊怎么样啊？没有大碍。哎，没有大碍。前些天你就这么说。玉离仙君，听说战神前不久收了一个小仙娥入殿，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，战神向来不苟言笑，像这等消息，过去又如何有过？听说呀，战神这次恢复声誉也与那小仙有关呐。还有这事儿？战神向来重恩，听说啊，那下界小仙模样还不错呢，没准战神这次真的是动了心啊。哎，那可有福气了，一步登天呐！哼！你是小仙灵犀，见过仙君。请问仙君，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？果然是你啊！上次宴会匆匆一面，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看来本仙子还真是看走了眼呢。玉离元君，灵犀，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，修习5万年至今仍是地仙，可真没长进。你的生父乐伯曾掌管药王洞，后因醉酒误事被逐出了天宫。玉离元君，你到底有何事啊？你若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啊？青瑶是你的师姐，你还有一个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母族，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，小仙可没兴趣听。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啊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明白，你呢，除了在浮云殿做仙娥以外，再也不可能与神尊有别的什么关系。所以不要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？对呀，就是我呀。我长得比你美，修为比你高，我可以，你就不可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。神尊，药王洞玉离求见。进来吧。灵犀，进来吧。神尊，这九龙神火罩是当年祝融火神以炙炎神珠打造。上刻九龙凝炎仙阵，又经地火淬烧了3万余年而成。父亲说，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。妖王有心了。灵犀，
把东西收好。是。父亲还说，前阵子他外出云游，耽误了神尊进药，内心十分不安。好在我们药王洞青瑶医官还算尽职，不然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。药王言重了。其实，玉离的医术不比青瑶医官差。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玉离可以。青瑶医官很好，多谢仙子。本尊最近身体不适，仙子你可以退下来。灵犀，带本尊送客。是。玉帝元君，请吧。那玉离改日再来探望神尊，玉离告退。小仙送玉离元君。不用你送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那正好。元君慢走啊。我好像睡着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神尊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凡人怎么那么爱睡觉？不只是凡人爱睡觉，神仙更爱睡觉。我爹每次一喝醉就睡上个3、5年的。这世上不爱睡觉、整日修炼的，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。你不用待在这儿了。小仙多嘴了。你把这带走吧。这个是药王给神尊你的。
你个性懒散，每天都在睡觉，所以修为才那么差。此物属火，对你丹鸟一族大有裨益。你把它留着吧。谢神尊，小仙告退了。林夕，神尊有何吩咐？添茶。神尊，你都已经喝了10几壶茶了，虽然茶能醒脑，但是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神尊，你要出门吗？随便走走。那小仙跟你一起。本尊只是暂失了神力，又不是身体不健全。不许跟着。还不起来？好巧啊，神尊。这位仙子这么急匆匆的，是要去哪儿啊？云峰上神，神尊不见了，你可看见他？闷了多日，许是出去散心了吧？神尊他失去了法力，一旦被什么飞禽走兽叼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灵犀不是跟着他吗？那灵犀哪有我贴心啊？再说了，灵犀那2把刷子，他能打得过谁啊？花烟都能把他打得跪地求饶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找他们。哎，你还是别去煞风景了，进来给我沏壶茶。进来。神尊，下雨了，你身子弱，淋雨对身体不好，快回去吧。本尊不是叫你不要跟来，我要静一静。
天雷何在？何在？启禀战神，天雷真君身体抱恙，已然闭关，托卑职向战神告假。准。谢战神。本尊已经查看你们这些年的功绩考评，6界太平，少有战事。你们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。我等惭愧。袁同卸任守将之职，由韩章顶替。开阳继续留在天宫练兵。紫光调回天宫，暂归开阳统领。空缺守将之职，由其副将顶替。方生，从天宫抽出1部天兵，搜查6界魔族余孽。诸将须各司其职，谁若怠慢，莫怪本尊军法不容。是。敢问战神，为何要将末将调回天宫？怎么，神尊将你调回天宫归本将统领，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？属下不敢。若无异议，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安置袁家。喂，在这发什么愣吗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神尊破境之日，我来为他解开9神术的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今日就到这儿了。谨遵神尊之命，我等告退。医官来了。神尊，神尊，你伤得好利索了。好了。神尊给的丹药很好用，再加上日前神尊所赐的仙宝，小仙不但如数恢复仙力，还小有突破呢。好了就去干活，没活干吗？有。那小仙退下了。小仙来为神尊护法，请云峰上神殿外等候。你忙你的便是，当做我不存在。殿外风景也蛮不错的。冷是冷了点儿，不过好在面冷心热。上神，你在说什么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仙的确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想请教上神。说来听听。小仙就想知道，像云峰上神和我家神尊这样的修为，是不是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别人是不能靠近你们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了。那连靠近都不行，自然也是亲不到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莫非是自愿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医官有劳了。神尊客气了。这寒疾可算是好了。好了大半，但神尊还是会比寻常仙者微冷。若遇战事，动用法力还需谨慎。本尊知道了。
医官这便回去了。医官对我师兄费心费力，云峰感激不尽。倘若无事，去我殿中一叙可好？不必了。医官，医官。干嘛？这是给神尊的。谁惹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那个圆筒？他来了。他敢来？他要来了，不早成了我混金当的帐下鬼？这人家都没来，怎么就这么大气性？神尊要见他，命我去袁家换他。要我说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还见他做什么？等我去他家，不把他家砸个稀巴烂！你把话传到便是，可别胡来。我看见他们袁家的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咱们神尊还为了他受了雷刑，这口气不出，都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这你还不如不要去了呢。我不去，我不去谁去？要不你去？我？你去，就你去，这个，我去，你去。灵犀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哎呀，好灵犀，你就陪我去吧，行不行？我每次看到那圆筒，心里都凉飕飕的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灵犀，你最好，也凉。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走走走。母亲，你这接连几日不眠不休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冬儿，老身错了，不是母亲的错，都怪我。若是我早日……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老身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下去吧。是。你行，去，快去啊！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神尊找你去。
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回来啦？林夕陪我去的。怎么都没精打采的？可是袁腾说什么了？他欺负你们了？那这是怎么了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以后，我们怕是要躲着他些了。躲着他？凭什么呀？哦，他理亏在先，还了不得了？林夕，不是你的错。神尊，你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懂。袁老夫人的死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又不是我入了魔，也不是我杀的他，是他们做错事。他们做错事，还不愿承认，还想推给别人，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跟我才没有关系呢。那你为何如此难过？袁老夫人把家族荣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如今家族荣耀不在，她便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也因为她这样的个性，才会教出袁征、袁同这两兄妹。得失心太重，才会被魔所惑，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缘起缘灭，皆因是他。命中注定，躲不掉的。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的事，一定都会发生吗？请神尊用茶。
神尊，小仙有一事请教你。就是这个。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用啊？怎么总是天恒神砂一个样子？我怎么把它取下来啊？天恒神砂乃是南极仙翁之重宝，为何会在你手上？我上次去南极仙州为神尊恢复战报，结果无意间落入一个山腹之内，我在那里发现了水月鼎。我用水月鼎恢复完战报后，它就自行套在我手上了。南极仙翁可知此物在你手中？不知。我不想要的，我试了很多法子，怎么取都取不下来。看来天恒神砂已然认你为主。啊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不会用啊。天恒神砂乃是天生天养的无主之物，可毕竟仙翁苦守多年，你不问自取，终究是不妥。虽然神器自行认主，但理应还是要知会仙翁一声。还要再去一次啊？我上次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很凶的上仙，我不敢去。本尊陪你去。真的吗？见过神尊，灵犀仙子。驾云走吧。神尊，小仙的仙力恢复的还不算太好，你可不可以带着小仙一起驾云啊？你之前不是说过自己仙力恢复的差不多，而且还小有突破吗？有吗？你不是丹鸟吗？你自己飞啊！我敢问仙友来自何方？来我南极仙州，所谓何事？天宫九臣前来拜访南极仙翁。小仙眼拙，竟未认出战神，还望战神勿怪。无妨。仙翁可在南岳？家师的确在南岳，不过不巧的是，家师已与大师兄一同闭关了。这至于什么时候出关，却未曾提及。啊，家师早料到神尊会有此一行，特意为神尊留了话。洗耳恭听。万事万物因缘际会，顺其自然，无需自扰。看来是本尊着相了，不如仙翁洒脱。先转告仙翁，本尊定会物尽其用，不让重宝蒙尘。小青鸾，挑衅是吧？看我不拔了你的毛！好啊，跑哪儿去了？
你别躲了，我看见你了，出来。哼，小青鸾呀，小青鸾，这次你可是犯在我手上了，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又是你这浮云殿的小仙，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你敢到这儿来撒野？什么地方？再往前不远就是万灵院了。今日算你运气，若真闯入了万灵院，就光那个霸骨兽就能将你咬个粉碎。到时候本君该如何把你拼凑好呢？站住！本君何时许你走了？玉离元君，今日是你的鸟戏耍我在先，我已经不追究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追究？灵犀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？这青鸾是我的爱宠，莫说我没有看见它如何戏耍你，就算真有其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倒是你追打它，我是亲眼所见。今日念你是浮云殿的下人，只要你好好给我的鸟行个礼，赔个不是，这事儿啊就算了。你要我给一只鸟行礼？怎么？做梦吧你！想走？青鸾，我们走。你手怎么了？给我看看。谁给你伤成这样的？别提了，都是因为那只臭青鸾鸟。什么？一只臭鸟也敢欺负到我们浮云殿的头上了？就是。花烟，取我的混金刀，看我不把它给炖了。我跟你一起。哎，先别急，青鸾鸟是玉离仙子那只神鸟吗？就是它，就是它。谁？玉离？灵犀啊，要不咱忍一回呗？13，我白认识你了。不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灵犀，你想想啊，你说你堂堂一个小仙是吧？咱心胸得开阔一点，你干嘛跟那些飞禽走兽一般见识呢？我开阔不了，我也就一飞禽，你忘了？你怎么会怕玉离呢？你可是连功德殿都敢闯的人。我不怕他，我怕的是他爹。药王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傻呀！咱们在天宫生活，那怎么可能离得开药王？你想想，你如果修炼仙术，你得吃助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心有所成，你得吃巩固修炼的丹药；你如果练得走火入魔了，你还得吃静心凝气的丹药，对吧？你说你一个桃林小仙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怎么长这么大的？我就是什么丹药都没吃过，怎么了？我打小就吃麻酱烧饼、白糖拌豆腐脑、辣椒油毛肚，我也长这么大了。这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你想开点嘛，是啊，灵犀，你就想开点吧。为什么人人都能欺负我？哎呀，灵犀，你别这么想。灵犀，灵犀。还想跑？仙君，这不是在南极仙州见到的那只丹鸟吗？
千钧。啊。看你以后还敢再来找事！林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欺负我们家青鸾！打扰神尊了，清源此次前来是奉仙翁之命。最近是否有受过伤？是，并无大碍。如何医治的？此等小事就不劳神尊问询了，只需把水月鼎交予小仙，让小仙回洞府复命，便感激不尽了。水月鼎，神尊你，本尊没有见过此物。给我进来！玉立元君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！你到底要干嘛呀？神尊，他……神尊，我无意冒犯你，只是今日这小仙先挑起事端，拿着蟠桃仙果诱捕我家小青鸾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事儿就算闹到天君面前，我也是占理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，你问他。放肆！神尊，小仙知错，小仙知错。每天只知道胡闹，退下，罚你闭门思过。是，神尊。神尊，就算灵犀他……好了，不是你，走了。看来神尊还有家务事要忙，请将水月鼎赐还，小仙就告辞了。本尊这里没有什么水月鼎。你，莫非神尊想强占我南极仙州至宝？大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竟敢在浮云殿大呼小叫的！神尊身份何等尊贵，怎会贪图你一小小洞府之物？下界小仙不懂规矩，再敢聒噪，就叫天兵呼你出去！你好，看来天庭仗势欺人的地方，我走便是。神尊，你收经了。今日多谢元君。神尊哪里的话，能为神尊分劳一二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而且今日你还为我呵斥惩处了殿中人，玉离很是高兴。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。话虽如此，但玉离明白，这是你对我的爱重。神尊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曾很羡慕灵犀。早在数万年前遇见你，我便知道你心怀天下，仁义无双。那些闲言碎语我从来都不信，只是我人微言轻，当时不能在天君面前为你分辨。我只怪我自己，不能是你殿中的一名普通侍从，还能常伴在你身边。本尊罚了。玉立元君，你退下。你累了，那神尊，你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神尊，我给你的九龙神火罩还好用吗？那，你记得时常用着啊。那我走了。你说你是不是傻了？他不就是一个南极仙州的下界小神吗？你怎么胖成这样啊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没出息。再说了，咱们浮云殿什么时候这么窝囊过啊？你被那个玉离欺负成这样，你都不知道还手吗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天庭生活离不开药王，
练功得吃药，拉肚子得吃药。不是你这好好在这闭门思过，以后离我家青鸾神鸟远一点，听到没有？嗯，算你识相。哼。神尊，神尊，刚刚那位上仙是来讨要天恒神砂的吗？我总觉得他有点可怕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也知道怕，那就别主动惹是生非，都闹到殿前来了，让外人跟着看笑话。对不起，神尊。出去吧。那这天恒神砂，且带着吧。哎，等等，把13叫过来，你闭门思过。但我是神尊。神尊找你。神尊，你找我？有件事要你去办。是。什么事？神尊，我回来了。他去往何处？不知道啊，追到幽都山附近就没有人了。你被发现了？不可能啊，我很小心的。当年本尊座下精兵战将无数。没事儿，神尊，你现在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嗯。你在店里守着，我下凡一趟。下凡？好呀，我好久都没有去凡间了，也不知道那八大街还在不在。哼。你没听见本尊说的话吗？看守浮云殿。神尊，13，你们在忙吗？何事？我给你们倒了茶。不是让你闭门思过吗？神尊，我怕你口渴，等你喝了茶，我再去思过。你有这心思，不如好好琢磨一下，怎么样少犯错。你惹神尊生气了？怎么可能？这谁不知道我13，那向来都是咱们浮云殿里最懂神尊心意的人。是啊，谁都不知道。谁都不知道。